嗨，欢迎来到辽史侦探所，翻找尘封史料，解读惊人细节。你可能在古装剧里看过这样的场景：夜深了，宫灯摇曳，一名妃子被命令全身脱得一丝不挂，接着有2名太监用厚棉被将她紧紧包裹，只露出脸。她无法自己走进皇帝的房间，而是被人抱着，穿过长长的宫道，送上龙榻。这不只是戏剧夸张的情节，而是真实存在于清朝的事情制度。它的背后是一场发生在明朝的惊天宫变，一场几乎要了皇帝性命的暗杀行动。时间回到1542年，明朝嘉靖21年，那一年的紫禁城夜色沉沉，秋风带着凉意，却掩不住后宫中暗涌的杀机。在明朝嘉靖年间，皇帝迷信道教，相信长生不老的说法，他不止在宫里搭建法坛，请道士炼丹，还有一个非常荒唐的举动，认为没有经历过男女之事的宫女精血可以让她长寿。为了这个想法，官员到处征选少女进宫，从北方到江南，无数人被迫成为宫女。为保持宫女的洁净，宫女们不得进食，只能靠桑叶和露水为生。嘉靖皇帝性情残暴，稍有不顺心，就对宫人施以毒打。据说，被活活打死的宫女超过200人。那是个深夜，30多名宫女在暗处低声策划，她们悄无声息地闯入皇帝寝宫，趁嘉靖皇帝熟睡，数人压住他的四肢，其余人将用丝带搓成的粗绳套在嘉靖帝颈上，并用力勒紧。这是一场要悄无声息送走皇帝的暗杀。就在紧要关头，宫女因慌乱打错死结，绳索没能勒毙嘉靖帝，只让他昏迷。方皇后火速赶到，制服众人。曹端妃与王宁嫔当场被捕。嘉靖帝虽捡回一命，但休克多时，直至御医全力抢救，才慢慢醒转。嘉靖皇帝大怒，宫中血流成河，参与行动的嫔妃宫女几乎全被凌迟、腰斩，整个后宫进行了大清洗。这场人因宫变给明朝留下了永远的阴影。自此，任何女子侍寝前必须全裸检查，不许携带任何东西，并由专人押送，这是皇帝的保命法令。当满清入关，继承明朝制度时，也听闻了这段血案。他们甚至将规矩加码，为防刺杀，不止脱光检查，还要用厚棉被包起来。衣袖、腰带、鞋底、发髻，全都是藏暗器的好地方。脱光检查，等于断了所有可能。途中有2名太监报送，全程不落地，沿途严禁与任何人接触，防止传话、递物或串谋。防替身，宫中不乏宫女假扮妃子侍寝的故事。裸身检查可核对胎记、疤痕，避免掉包。在没有金属探测器、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古代，这就是最高规格的人肉安检。清宫后宫妃嫔侍寝，并不是随意走到皇帝的寝宫就行，从头到尾像一场精密的保安任务。1. 翻牌子，皇帝用手挑出今晚的人选。2. 宣诏，太监火速传令，妃子必须立刻准备。3. 脱光检身，不许留下1寸布料，连发髻都要解开，确保没有暗藏物品。4. 裹紧棉被，太监报送，棉被缠得严严实实，手脚被限制，行动几乎不可能。5. 行房方式，妃子被抱住进入寝宫，皇帝要先躺床上露出头和脚，然后妃子从皇帝脚那头爬进皇帝的被窝。完事之后，妃子也必须从皇帝脚那头爬出来，再让太监裹在被子里带走。6. 行房不超过半个时辰，也就是1个小时。在行房的过程中，太监会在窗外候住，站在窗外的太监会根据时间长短体贴提醒皇帝，如时间过长，太监就会高唱是时候了。这套仪式真正用意就是防暗杀、防下毒、防串谋。清朝的后宫管理由内务府统辖，从饮食、服饰到侍寝程序都有严格规范，并留下详细档案。侍寝的记录流程，每位妃嫔侍寝后，值班太监会在其居住与进寝当中登记妃子的姓名、时间、房间号，甚至会记录是否健康与是否沐浴，防止假孕与血统争议。因为清朝对皇位继承极为严谨，一旦血统被质疑，会引发朝廷动荡。作为政治影响工具，有侍寝档案不止防弊，还可能成为皇后或太后的政治武器，即由侍寝频率影响某位妃嫔在宫中的地位与派系势力。辽史侦探所带您继续揭发历史真相，精彩影片不错过，欢迎追踪，开启了小铃铛。